本阶段主题为绝境经营战，试营业主题为王牌单品对决。准备开门营业了，期待已久，开干吧！哇，这么多8份，再来4个！我的妈呀19份，20份。不着急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吃不惯这个酱，就没得。哎，他换菜了，哇，太好吃啦！哇塞，我喜欢。我的妈呀，太早了，现在食材都没有了，没了，真没了，真没了。哎呦，好难呐，都没了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，现在。本轮试营业结果，恭喜古智辉厨房张爷爷的嘟嘟店、阿妈的餐桌，根据试营业排名顺序，依次吸纳被关闭的餐厅成员。接下来，绝境经营战正式营业。本节目由李锦记博颜生抽独家冠名播出。李锦记博颜道道都好吃，博颜味更鲜，水就是水，让水回归纯净。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。会吃的喝七喜，一周七喜爽透顶。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鸡弄鱼1:1:1调和油赞助播出。3家餐厅的主厨们，请听好，现在公布绝境经营战正式营业的具体规则。本轮的考核标准为利润。利润啊，利润。经营战其实换个角度来讲，就是开餐厅。开餐厅咱们讲的就是利润，如何把一个食材发挥到极致，并且控制它的成本，赚到更多的钱，才是一个餐厅立足的根本。营业结束后，利润排名前2的餐厅全员晋级，排名末尾的餐厅全员陷入淘汰危机。太难。在正式营业的2轮比拼中，2轮比拼，2轮将迎来120位大众食客。哇，这么多人，总金额为21000元。哇，就是60个60个位。另外，还将会有7位评审，每人每轮拥有200元消费金额，总金额为2800元。本轮每家餐厅菜单的单品数量不超过3个。3个单品吗？3个单品。哇，只能3个菜。要上3个菜，这人菜的定价很重要，高了可能人不选，低了食材的选择也低，对啊，低了又没利润。就是讲次里面一共有2800加21000，对，就是23800，有这个钱，就这么多钱，所以他要去消费，所以我们就是3个队伍要争取营业额做高，成本做低。对。请各位主厨商议本轮成本，然后将金额装入信封，投放至广场中央信箱，请各位慎重考虑。总共是23800除以3，就是等于差不多8000。对。如果我们8000块就赢，我们的流水有8000块绝对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压成本。按照正常的一个餐厅经营，我们预估收入平均分的话不到8000，对吧？对。倒推你的成本率，也就是30到35左右。但是，因为我们不用付我们的人工钱，我们不用放这个东西，所以付 cost 可以高一点点。所以3000是合理。3000吧，3000。咱们能不能再压缩？难啊，压缩哦，压缩2800。真的吗？你说真的吗？昨天我们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够钱。做是做得到，但是怕我们出意外。最理想的状态说我们有1/3，但问题我们干不过人家，我们收入比别人少。我们就只能从成本上去控制。面对的冯海是古智慧带领的一个团队，包括张彦富张老师带领的团队，相对名气啊、经验、资历啊，可能我觉得都比我要高我一之上。
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能往第2名去冲一冲，只要不垫底，能够晋级，我觉得就达到我们的那个期望了。他们可能不用推销就会有人点。对，肯定是比我们好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也不能太理想化，就是说肯定有1/3，可能我们1/3不到，卖不过人家，可能我们只能销售到6000块钱或者是多少钱。就是与其我们去给自己留安全空间，不如极限压成本。对，然后把买回来东西尽量卖。我同意。2800定就定，咱当机立断。加起来是2万多块钱，2万多块钱除以3，7900块，我们至少要卖到7900块的上限，至少要卖8000块。对，8000块如果我们成本是2000块钱的话，2000块钱差不多。我们即便挣到8000块钱的营业额，但是成本不一定 cover 得住。他可能做6000块的营业额，但是呢，他卖个炒青菜，他卖个炒饭，他很便宜，他成本就10%、15%。你不用做每样东西100，是吧？你每样东西有个50、60分就够了。我觉得我们申请个2000块钱肯定够了。我们不争第1，我们争第2嘛。我们真的是不想把自己的成本扩大，因为它存在了很多的风险。因为成本一大，就是面临着你的营业额必须得高。但是如果我的成本很低，点击率不用那么高，或者点击率很高，这2种情况我都会赢。我们要挣钱，对，我们要花最少的钱，挣最高的利润。所以我们在成本控制这一块，一定要严防死守，啥都得用进去，不能有浪费。要是花在刀刃上，你这是送的。对，好，那就 OK， 少一点。老师啊，要不1950？1950。1950。漂亮。总共算出来是多少金额？23800 OK。那么我们设定一个数字，就是超过平均值，应该是最起码要做到9000嘛，对吧？现在呢，就这个钱可能它不是按平均值来，有可能有一家餐厅的金额会很低很低。对。保底我们可能要定到个13000块左右吧。然后当时就有定一个目标，我说我们如果能卖上1万到11000块准赢。你如果卖1万是已经超了总金额的1半的，所以他们2家能分到的钱就蛮少了，绝对赢的。我觉得我们这4人组很强啊，古老师金字招牌，在试营业的时候是拿第1名啊，3兄弟走到一起，再加上古师傅，很完美的一个组合。一定要拿第1，一定要让他们少卖些钱，我们要冲到最前面去。我觉得成本7500左右吧。啊？太高了吧？4500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要定个毛利率出来。毛利率65%差不多了嘛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既定为我们必须要卖13000啊，如果就毛利率做65%，是不是乘以0.35？就我们的成本就是4500块左右。对，我都是7500左右。4500块左右。因为做餐饮呢，是讲究口碑的，嘴巴骗不到人的。你要好吃的东西，原材料必须要好。如果吃到那些菜觉得好吃的，可能我多花一点点钱，我都去吃，我就抱着这个思维去定我的价格成本价，所以呢，我的成本要高的。是，他那个什么，如果说这笔钱我们没花完，多余的钱是清掉的，你没花完就是你的问题，你没花完他就把你清掉了。对，不要吸到7500了。不是，我们就这些东西，你看我们快能不能搞定？但我们把空间留足一点，成本虽然花去了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价格卖到位，卖够。算了一下，如果快我们能卖很高的钱出来，这个完全是够的。啊，对，起楼。来吧。我们1万块应该够了啊。稳了。老师，你去吧。来，走。3家餐厅成本已定，请确定菜单与定价。先定风味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话，3个菜绝对还是潮州菜为主。我们分析一下对面2家店啊，他们2个都老师傅做的。对啊。对吧？所以我觉得。得出奇制胜，那要不然按常规搞不过他们。
田忌赛马，咱们就规避它的肠呢。我猜辉哥那里肯定会出咕噜肉、咕噜肉，我们要避开它这个酸甜的口味。那边川菜的那个重口味的，对，就是一川一粤都在那。它肯定有麻辣、有鲜辣的东西。其实我在想啊，你还是给我们想一款好的法式甜品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做甜品，跟杨枝甘露很难打。啊，你说的对，就是不要去碰他们强项。对，我觉得这一场可以利用我上一场的经验，就出去推销、出去卖。打扰一下各位，这边好像还没有下单我们2号餐厅。我们虽然第一个被淘汰了，但是我每到一个桌边服务，对，明天桌边服务更重要。不管明天的来的大众食客什么，像今天这些，估计年龄层不会差的太多，都是这种年轻人往上来的，他们吃东西就是味重，要有记忆点。对。所以我们主打是比较少吃的东西，然后做的东西要那个成本要很低，薄利多销。所以就是烧饼一定要，因为便宜嘛，又便宜，口碑又好，就是这种中式的碳水肉，大家都喜欢。龙江猪手烧饼，单点18一个，把那个主菜的价格提高一点。我觉得炖个鸡汤就靠谱。汤成本低，鸡汤可以。椰子鸡汤里面还能加什么？加小鲍鱼，10头小鲍鱼一个成本也10块。3块钱。鲍鱼汤是吧？就是在炒色菜里面有没有海鲜味很浓的酱汁？沙茶酱。那沙茶配虾很无敌啊！意面也是可以。首先，意面成本很低，在超市买可以一次一大包，而且可以提前煮，煮完之后过凉水。这个就是我们这组的口味菜，我们跟他们打不一样的方法。我们就是在西餐中做，说白了，面就卖45嘛，这样子嘛。经营餐厅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好的招牌菜，像我自己餐厅的招牌菜鱼子酱叉烧。就是在传统的粤菜的基础上做了创新，在调腌料、表层烤酱的时候，我几十年来都习惯用李锦记的旧装蚝油，它的天然蚝香可以激发叉烧的焦香和肉香，还能柔和蜜汁的口味，达到咸甜鲜的平衡。而且就算长时间的高温烘烤也不会发苦，所以能守住叉烧本身的醇厚肉香，顺带把鱼子酱的清爽鲜味衬托得更加突出。那我们就要重新来订菜。那订菜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售价高的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有一个售价稍微便宜一点的，还有一个价格中等的，高中低要有高中低，3个档次上他们可以闭环。顾老师，这个我们肯定主菜是以您为中心，绝对要有蔡老少通吃。就古老肉行不行？相对来说，这个还很可能是个爆款，因为它相对来说会卖的便宜一点。而且成本相对于低一点。对，酸甜。那么我们要怎么让它卖得上来价格？我们可以把那个虾球加入里面，用古老肉的方法看做出来。也可以啊，古老虾的。古老虾。对，这个如果加了虾，我们应该定个。对啊，我们卖39都可以。39。还是4个吧。对，那就4个定份吧。剩下2个菜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是想做一个冷菜的啊。什么冷菜？我一开始是想做钵钵鸡，真的。钵钵鸡按串卖嘛？对，按串卖，这就是最优势的地方。可以啊，你就出这个吧。到最后，比如剩个5块钱，我就卖1串就5块，1块3块，我把它剩余的这些钱全部收割了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啊，对啊，荤素嘛。荤的5块嘛，可以啊。素的3块嘛。啊，荤的5块可以。我现在下一个是什么菜？下一个就是主食，得有个大菜配饭的那种。你要不用买鱼头吧？买鱼头，对，你的段式绝味鱼头。啊，这个可以啊。做鱼头，而且能泡饭，能拌米饭，炸油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，这个绝了，赢了。哎，我们有甜品吗？甜品啊，杨枝甘露我们得做吧？杨枝甘露做，正常做。先把菜定下来，对，第1个菜、第2个菜、第3个菜。我觉得，明天来的食客都肯定看了上一期，都想吃你上一轮做的鱼。第1轮我准备跟大家分享一道20年盼景大的菜——鲈鱼。还要来吗？
你就知道多好，你就知道我多喜欢了。 Like this, I can't stop. I really can't stop. Can't stop, won't I can't stop. I can't stop. 哇，哇 Fish cooked perfectly. 那个明天宣传就是宣传你第1集的鱼，靠这个卖点，你第1集做的鱼。真的，对。我告诉你，一定要趁它这个热度。张老师这波赢麻了，跟你讲。对。杜国鱼我不晓得那个买得到不？我们要买到好的那个四川的芽菜。没得芽菜。没得芽菜。你不一定要做你那个版本，就是类似于，因为我们有名字嘛，都嘛。干烧嘛，干烧肚。就豆腐鱼嘛。啊，豆腐肚鱼。 80，就这个豆腐肚鱼，漂亮。这50块嘛，至少他要花50块在你身上嘛。食客们都想来吃美食，但肯定的，张爷的名气那么大，很多食客都是为了张爷爷而来的。那这个就要52嘛。我凉菜我们就蒜泥白肉经典的。可以啊。就是那个蒜泥味也行。我可以。摆个盘。蒜泥味便宜，低成本吧。然后头一个菜配米饭，第二个菜也可以配面。哎呀，还是老师傅的厉害呀。没。 出餐也快，对，38公差不多了。第一个是辣的，第2个也是辣的，第3个甜品弄一个，这个你不能全投给他们了，我们俩干吧。对，我们做饮品和焦糖布丁，就茉莉花冷萃嘛，四川有茉莉花吗？有，超市也有。焦糖布丁有点普通嘛，取个名字，不要叫焦糖布丁了。客人们吃完就来一个平安喜乐。我突然发现你好有文化，甜品就便宜点嘛，28块钱嘛。 就是这个食材的成本是可控范围里面的，它不会花你很大的成本，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、我们的调味，我们后期做一些营销上面的一个调整，我们可以卖个好的价钱，对，我们可以靠它去盈利。我们就抓紧时间了，现在已经6点了，快点。9点结束。你要去要来回都2个小时了。 快走吧！我们先去那个肉类，先叮五花肉，猪肉在前面。五花肉，这个34，我看这个38，这更贵。先推22块5啊，还便宜一些。后腿多少钱1斤嘛？20多的是吧？那要后腿的，啊，可以。肘子有吗？肘子，那4个吧。哎呦，猪脚饭哦，要整猪脚饭。顾师傅啊，太厉害了！张大师太厉害了。哎，别，又做猪脚饭吗？要不做啥？对呀，对吧？不说。回锅肉对不对？哎，说对了。 20刀回锅肉，为什么再等一下？等一下打折。等一下打折。他说等价会打折吗？哇，抢救肉，五花肉怎么卖啊？这个多少钱啊？39，那么贵。这个几多好？生长值1米。哦，五花肉给我10斤。10斤，然后我们要那个应该稍微肥一点的。 刚刚好，好。这辣椒40多块钱1斤，8块6。我先算一下，有点贵是吗？广西的。这些看起来很新鲜。特别辣。香辣的，对。啊，这个很新鲜。微辣的。一看就是。微辣的。 23块9，24块，你买上5个的话也就120块。够了，对不对？够了。有没有熟一点的芒果？桂飞芒没有了。 它这个还啊，就是这些啊，它剥皮就可以吃了。因为我是做粤菜的，我的要求这个原材料呢，去超市里面我要最好的。你一吃你就觉得哇，这个东西这个菜就是不一样啊，虽然贵一点点，但是人家吃得起来。比如说我所用那个鸡，它有10块的、12块、13块的，哪种比较适合我自己呢？我想最贵的，出来品质好效果肯定最好的。我们选用最好的芒果，我在超市买进口的泰国柚子，这是很贵的。做我们餐饮就是1分钱1分货，有好品质才会做出好的菜品。啊，他说的是这种冰糖啊，老冰糖。
这种4块多，一种10多块。